好，欢迎所有的家人来到小竹林，咱们是零基础学木竹的直播间。刚刚打开直播间啊，咱们家人们就来到了。咱们今天是第一天改时间。乐天，欢迎乐天。好，非常棒，咱们家人们还是这个不约而同的就来到了小竹林。好，所有的家人们晚上好，香宁，欢迎香宁。好，咱们今天是第一天改时间啊，所有家人们，今天是第一天改时间。好，欢迎大家来到小竹林。家人们，这是咱们昨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竹枝啊，包括三叶的画法啊，同学们。好，咱们感谢所有家人们，小铃铛，大家来到就这个开始这个乐天，哇，这么多同学们啊，早早就来到了小竹林。好，哇，大家来到就开始点赞、滚屏，谢谢，感谢家人们。哇，这是送的啥呀？5积分的啥东西啊？九鼎山人，晚上好。好，家人们，咱们刚刚打开小竹林啊，大家就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清雅，九鼎山人，比西，最后一滴泪，好兄弟。清雅，淡卓，蓝芳，小鱼，多多，幽兰，司马文君，乐天居士，幽兰，要啥自行车用户？好，香水，好，非常棒啊！咱们很多家人，黄太郎，今天这么早，咱们今天是改时间了啊！今天是第一天改时间，因为昨天呢，咱们很多同学说这个时间呢，太晚了啊，开播的时间太晚了，好多家人就困得不行，睁不开眼睛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改时间了。黄太郎，今天是第一天改时间。好，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竹枝怎么来画。昨天讲的竹枝啊，3枝，采用3枝2叶，草书的笔法，家人们。好，草书的笔法，曹远郎，欢迎6128，晚上好，蹲了，晚上好，半点不有人，晚上好。必须说这个时间好，大家这个经过昨天呢，这个一块儿这个商量啊，然后大家一致决议啊，就是今天啊就在这个时间点开播啊，啊，清雅淡卓，早点好是吧？平凡人生，欢迎。好，那么我们再画的这个竹枝，咱们同学们来看啊，这个竹枝的画法。包括我们竹叶和竹枝怎么去进行结合的，家人们。好，我们采用了草书的笔法，半点不有人，好，欢迎。小叶老师好，老师辛苦，谢谢小叶。好，咱们一笔啊画出来它的形状啊，同学们，那么它就很美啊，同学们，咱们去演示了这个竹枝一步一步由楷书啊这种慢慢去演变。行书到草书的这个笔法，它是一个过程啊，家人们，它是一个过程。好，我们了解了，然后再给大家讲了这个怎么去上枝条。竹叶你画上枝条，那么你怎么把它画上去，对不对？你学了这些竹叶的方法，怎么画上去？啊，那么它是怎么画出它的气韵和它的走势啊，家人们？这是昨天给大家讲的内容啊，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啊，这是昨天讲的。好，这都是昨天的内容。好，这是嫩枝梢啊，嫩枝梢。好，这是菱形格的画法，昨天给大家讲了菱形格的画法。那么你画这个画法可是秘籍啊，同学们。那么你画的密而不乱啊，你怎么去画的密而不乱，就是由这个来决定的啊，家人们。你不光是有养叶的
这个密集画法，眼液也可以用啊，同学们想不想知道眼液怎么用？眼液怎么用菱形格画法？想知道不想？同学们想不想知道？想的话，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昨天给大家讲了养液的菱形格画法。好，想知道的，咱们来早的家人们就可以先听听了，好不好，家人们？好，眼液的菱形格啊，同学们。好，家人们看过来，我们去画眼液，如何采用这种菱形格的画法？想又来想，好，咱们反张，还有这个破格啊，咱们破格的方法啊，各种方法，对不对？我们怎么去破啊？这各种方法给大家讲了一遍。好，咱们接下来开始书归正传，要开始了。家人们先把这个红包抢一抢，抢完红包咱们开始，抢完红包咱们就开始，家人们把红包抢起来。抢起大红包！好，家人们一起抢红包！好，同学们，咱们抢完红包，咱们开始讲啊，开始讲。好，想知道眼液如何使用菱形格啊？今天就给大家讲的都是纯干货的知识点了，家人们。纯干货的知识点，看过来。我们都知道，养液采用菱形格的画法，可以做到密而不乱。红太狼，那是 1.0 版本的，我们还要更新的，那是 1.0 版本的最基础的画法。我的现在新的课件还没有上呢，新课件没有上，那是 1.0 版本，你没看它多便宜吗？那是 1.0 版本的，你去看其他老师的一节课要多少钱啊？咱们那是 1.0 版本，还在更新中，明白吗？在更新中。好，密而不乱，家人们一定要明白。所以说你们这个买了，然后又做差评的啊，同学们，首先你们要明白啊，咱们是一点一点去更新的，一定要理解这一点啊，家人们。看过来，那么我们去画出菱形格的画法。好，1笔、2笔、3笔、4笔、5笔。好，我们画出来了这样的叶片，那么往下去排。好，咱们菱形格大家都知道怎么来排的，家人们啊。对不对？那么这种是非常规整的，那么这种是错误的，对不对？它非常规整的是错误的啊，家人们。但是你首先你要明白，这种规整的，那你无论怎么排，那么它都会有空隙啊。你排的再密，它也有空隙，那么就组合成了什么呢？疏密得当的一种感觉啊，同学们。你怎么排？你看我一下就把它打破了，对不对？我就把它打破了。他们看到没有？那么把它破啊！你一定记着，不要让它太规整。太规整的话，这个东西就呆板了啊，就犯了咱们的忌讳。他们看过来啊，咱们往下走。好，往下走。你比如说往这边吧，往这边排。好，一排。那么咱们首先是这一个方向，对不对？这一个方向。好，我们接下来，晚上好 ，Q 晚上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好了，我们从这里看清楚了，它依然是这个方向，但是它中间是有变化的，有角度的啊，同学们，中间是有角度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好。再来一片，同学们看见没有？好，看见没有？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叶片啊，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组合？家人们，进行了什么样的组合？我们就把它进行了切割。老师讲的这些都还没有制成课件呢啊，同学们啊，我在这个马上就是这个啥，我这几天忙的就是在做课件啊，同学们啊。
把课件咱们制出来和这里是一模一样的，那是 1.0 版本的基础的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好，那么上边我们用了一个破分，下边我们用了一个落叶，对不对你看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你再往这边走，就要打破它这种格局。好，开始从这里破，这里破的时候，你看我交叠的位置，同学们一定要记着我交叠的位置，看清楚了，家人们。那么交叠的位置我们在这里，对不对？这个是这个叶片的叶首，咱们知道3-7定律，对不对0.618黄金分割率，对不对，家人们？黄金分割率0.618，也就是等于是0.7差不多咱这是0.3多就是大概就是黄金分割率的位置。那么它画出来就非常漂亮。你看这里教的它的叶首的黄金分割率，下边这里教的叶尾也是黄金分割率的点这两个叶首叶尾同学们都是教在这里，一定要记着，这是经过研究出来的非常美的一个交合点。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是教育这个叶片的叶尾，从这个叶片的叶尾出来，同学们看好。那么我这样去交合之后，你发现了，那么这个叶片它具备了美感，对不对？好，它具备了美感那么我们往下接着走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叶片扬起来，你要让它灵动，不要一味的都是这种一定要有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如何呢？咱们是把它教成什么？教成大家打出来，弄成欢迎，咱们把它交叠成叶尾交叶尾的形式。同学们从这里叶尾交叶尾，看清楚了吗？看清楚没，家人们？那么你怎么去做到修用成竹？就是这样的同学们，你所出的每一笔从哪里出到哪里交合你心里要做到有数呀，家人们。你做不到心中有数那是不行的。好，那么我们理解了，我们把这个叶片你画得更灵动了，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采取变化。你看我们是这样的和这样的，对不对？好，你看这样就形成了菱形格。我们如果再往下还是这样叠，它就一层一层，你往这边的话它是往这边，然后往这边斜，看到没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要记着有角度的变化，一定记着角度变化。好，要有角度的变化，家人们。那么我们再往下交叠同学们看，你可以继续在这里去交叠，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好，我变成这样，它这样和它也是菱形格的交叠，对不对，家人们？它也是菱形格的交叠，看到没有又出现了这种两排一个负，我们叠叶出在这里，好，一个负字，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一层一层交叠下来你要做到密而不乱，就是这样来的家人们。那么我在这里呢，咱们左边去交叠也是采用这种规律，看到没有？它和它基本上接近，但是你要避开平行，一定要避开平行。好，从这里看到没有，家人们就是这样的，往上和它交于叶尾，往上和它交于叶尾那么我们就画出来这个叶片向下垂，一层一层的交叠的一种状态，但是它又是密而不乱的一种感觉出来。那么我们想继续往上同学们往下，你把它的气势画出来，你可以把枝条添上去好，同学们看，我们把枝条加上去，好，你一个枝条一加，你看每一个叶片是不是我们加上枝条之后，它就显得非常的灵动，是不是就显得非常的灵动？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叶片往上加家人们，咱们把这个叶片往这边随着走再往这边随着走。好，我们往这里走，你看咱们看清楚我所交叠的，你看这一笔和这一笔它们之间是不是也形成了菱形格？但是我们去形成的菱形格它是不规则的，你一定记着
不要把它画规则，你画成规则了就不好了。不平安，谢谢你的粉灯牌。好，咱们家人们没有点亮粉灯牌的，可以把粉灯牌点亮一下啊。好，咱们在这里呢继续往下交叠。哎，你看，我们在这里依然是，你看这个笔画，同学们，好，这在那个郑板桥的画里边有一组是这样画的，跟这个差不多，家人们，跟这个差不多。我来给你们讲一下它这个组合父子连父子的一种结构啊，同学们，就是我在这里先画一笔。啊，同学们，那我画了一个父子，然后我在这边呢继续接着往上去交叠另外的一个父子，看见没有？这又是一个父子。好，这是父上叠父子啊，家人们啊，它这种叠法，但是你要有变化，一定记着要有变化，你没有变化那就不行了啊，家人们。好，那么你的变化一多，它就变得美了。你看每个叶片它都不同啊，记着，一定记着，叶片要有变化啊，它才会显出美感。那么我们这个也是采用了，你看一层一层往上叠的这种感觉。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叶片垂下来，交在这个位置，叶尾交它的叶尾。好，这个小，这个大，看到没有？咱们要有大有小去进行交叠。在这里我们一个大叶片，好，过来，好，再来破，这里再来破。那么一层一层我们破出来，你看它是不是有很多类似于平行，但它又不平行，类似于我们的这个菱形格，但是它是有变化的菱形格组成啊，同学们明白吗？家人们晚上好，南方燕子。好，家人们，感谢所有的家人们，感谢大家。好，咱们家人们理解了吧？好，那么这是我们眼叶你去采用菱形格画法的时候，那么它一样是做到什么密而不乱啊，同学们一样是做到密而不乱。斌哥晚上好。好，咱们没有点亮粉灯牌的家人们可以把粉灯牌点亮一下。好，家人们，那么我们现在学会了没有？家人们，这个学会了没有？咱们今天一改时间啊，相对来说这个人就少了很多啊，因为好多同学啊不知道时间啊，同学们。于静晚上好，厚德载物晚上好。所以说我在每个群里啊也去发了一下，希望大家不错过去啊。那么这个菱形格的画法，我们在这里好，我们在这里呢再把它结构画出来。那么它有往这边垂的，有往这边来的，那么枝条呢它是要灵活多变啊。怎么看？哎，我们画多个，是不是？各种画法都可以啊，同学们。那么我们就组成了它不同的密集的一块，这是一块啊，咱们这一团一团的，它有聚有散，我们都表现出来。老师以后都是这个时间了，对，乙同志。好，咱们家人们，因为昨天呢，咱们一起来商量这个问题，好多家人都感觉时间有点晚，因为现在天也冷了嘛。而上面那两个相交的一对叶子怎么破一下？相交的一对叶子，哪一个相交的一对叶子？啊，你说的是哪一对？或者一清。好，那么我们了解了，其实我们画竹子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竹叶，特别是叠叶法。你们把叠叶法学会了，其他的都是迎刃而解，非常的简单，对不对，家人们？那么这个我们上一次给大家讲了，各自的各在左各在右，对不对？各在左各在右。那么我给大家再讲一下，咱们破五叶怎么来破？家人们，你们知道破五叶怎么破不知道？好，我们一笔
2笔，我们画一个5页，3笔，4笔，好，同学们看，那么我们又一个叶片往这边走，这就成了交叠成了5页，交叠成了5页，这个时候我们是逢五必破，家人们打出来，把逢五必破打在公屏上，一定要记着这句话啊，同学们，逢五必破，把逢五必破打在公屏上。我为大家讲的全是干货点啊，这是咱们古人总结的啊，逢五必破。你看这个破字它有多少的用处，家人们，逢五必破，双个必破，对不对？好，逢五必破，双个必破，这都是好，非常棒。好，买了毛笔了，好的好的，买了毛笔，好好练习。那么我们在这个第5个叶片，1、2、3，咱们看出来啊，1、2、3、4，好，我们第5笔的时候把它给破掉，也就是从这里，我们从这里一笔破，或者你破它的页首都可以，啊，一笔把它给破开，那么这组叶片它就变得灵动了啊，同学们明白了吗？它就变得灵动了，这叫逢五必破。那么我们也有把这个破在这里的，破在第3个叶片的啊。那你画完了这第4个叶片之后，你就要考虑怎么来破。好，同学们再来看啊，我再画一组。好，再画一组，家人们看过来。好，那么我们这样画完之后，那么第5个叶片，咱们在这里呢就应该是从这里破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哪里破，家人们啊？你这第5笔还可以从这里来破，家人们看过来，我们还可以从这里直接交在这儿破，你看1、2、3、4啊，你直接把这一笔给破掉，看到没有？这个是破了第4和第3页，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破的是第4和第2页，家人们明白吗？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这是第6页啊，这是1、2、3、4、5个叶片，但是我们破的位置呢，它就不同啊，家人们看过来。那么这个是1、2、3、4，我们破了4和3，第5页破了4和3。这是第5页破4和3，那么这是第5页破它的，这是1、2、3、4，啊，同学们看，好，这是我们第5页破3和4啊，破这2个叶片，啊，是2和3啊，这2个叶片。这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破法，那么你来破的时候怎么把它破得更自然，对不对？那么我们5页牌呢还可以把它破成什么呢？还可以把它破成重人，对不对，家人们？好，我们再换一张纸，咱们家人继续看过来，7点半啊，以后改时间了。咱们家人们昨天呢，就是一致商量啊，一致通过啊。咱们当时应该是有200人左右啊，一同商量了啊，就这个时间了啊，大家都同意了，就按这个时间走。这个照顾大多数朋友啊，大多数的同学们，因为天慢慢的这个短越来越短了，立冬了，对不对？人说什么呢？咱们俗语说得好，想学陌路话，好的啊，阳光明媚，知道了，好的啊，
好，咱们接着来画啊，家人们看过来。锦绣，谢谢你的粉灯牌。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如何来破重人？家人们看啊，我们把这5个叶片来破成重人。1笔、2笔、3笔。啊，同学们，那么我们把这3笔你破成重人的方法啊，咱们看过来。我们在这里1笔，它是不是就变成2个人了，家人们？这1笔是不是就变成2个人了，同学们？你们说是还是不是？我们从这一个第1笔、第2笔、第3笔，我们只加了第4笔，1笔破重人啊，家人们啊，1笔就把它破重人了啊，谢谢一线，啊，一果是的啊，那么我们可以把5个叶片也依然是这1、2、3、4啊，我们第4个、第5个叶片啊，同学们看，我们第5个叶片，你依然是可以把它破重人，加1笔。好，同学们从这儿来破，同学们看，是不是叶尾和它相交，又破了一个人？你看，我们原来你可以看啊，这是咱们2笔破重人。我们首先是这里1笔、2笔、3笔、4笔啊，同学们，这是一个4笔的，家人们看过来。那么我们去进行破的时候，怎么破的？看过来，这1笔破了1、2，两个重人，我们在这里呢又加1笔，好，它又破了一个重人。你一定记着，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你画的会出现它那种不好看，平行各种问题所在？你要明白，我们现在给破成了几个人？家人们打出来，破成几个人？第1笔、第2笔、第3笔啊，第4笔，我们加了第5笔破啊，第6笔啊，破了2笔，对不对？看不见了吗？现在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家人们？好，3人行非常棒啊，3人行啊，咱们厚德载物啊。好，这就我们把这个5笔破成了这个3个人，对不对？破成了3个人。那么你要找规律啊，找它的规律。那你在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我的这一个叶片是这个方向，这个短一点？好，这里你看，它以这里有一个中心点，你往这里放射啊，它就不会乱，明白吗？那么我以这里一个中心点往这边放射啊，同学们看，明白我说的道理吗？我们交合成这种网格状的菱形块啊，但是它是不规则的啊，它是不规则的，同学们明白吗？啊，不明白我再听不懂啊你是不是来的晚呢？你是不是来的晚？好，家人们，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啊，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同学们看过来。那么我在这里，好，1笔、2笔、3笔、4笔。同学们看，我现在是4笔了，对不对？4笔我现在要破，那么我要破，我如果也是这样破的话，它是不是和它平行了？我们如果你从这里啊设想一个点，你从这里设想一个点，假想一个点，那么你在这里去交叠的时候，从这里出往这里走，它的方向改变。好，一个人，你看它2个方向是有变化的啊，方向是有变化的，这就是我画的这一个点啊，明白吗，家人们？方向是有变化的。那么我们
在这里再破一笔，把这个破成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怎么看？好，这三个它是成一个角，成这样的一个角。那么演到这里，我们把这里去掉，你就能看到啊，它成这样一个叶片，这样一个叶片，这样一个叶片。你说它啥时间能够重合呢？它就不会平行，它是有角度的，它聚于一个点，它怎么会有平行呢？对不对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诀窍啊，同学们，这是我教给你们的一个诀窍。然后我们在这里再假想一个点，再假想一个点，那么你这个点过来之后，你看怎么看？看到没有？那么你在这里呢，再继续教，怎么看？还是从这个点。那么你下一个呢，从这里教，还是从这一点。好，那么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叶片呢，从这里，你看我们教出来的这个，我这样是为了看明白，让你看明白才去这样教的啊，所以家人们啊，才让你去这样教的啊。但是实际上画的时候你要变化，不要有像这种网格啊这么明显的网格，一定要记着，不要有这么明显的网格。那么我们在这里继续往下走，你看从这里，好，我们依然是去相交，好，就产生变化。怎么看？我们每一组你都去心中有数啊，同学们，那么你所交叠出来的它就是菱形格，它不会，对，菱形格画法，这是演绎的菱形格画法，我给大家讲的啊。好，你一定要注意它的规律和方法啊，注意规律和方法。那么你这样去画出来的，要再加上你的这个灵动啊，加上灵动，大小的变化，长短的变化啊，同学们，大小的变化，长短的变化。好，同学们看，你不要都画成这样，那这就错了啊，同学们，你都画成这样就错了。所以说你要画的时候要有短有长，你看。好，我们画出来这一组。那么在这里来破的时候，怎么看？好，我们破成2个人、3个人啊，同学们，我们甚至你在这里呢，还可以假想从这里有个点往这边走，啊，可以往这里走。你看这个点在这里，它呈放射状啊，呈放射状，家人们。好，谢谢舒红，谢谢。好，怎么很多家人啊，很多都是新同学啊，新同学，你们这个点亮粉丝麦，给老师交个朋友好不好？穿上黄马甲，咱们交个1毛米的朋友。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接着来画，你看，我们去组合啊，同学们。好，看清楚了吗，家人们？好，适当的要加上变化，适当的要加变化。万迪迪，谢谢迪迪的礼物。新增一座，好的，谢谢咱们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同学们，感谢大家。好，那么家人们怎么看过来？那么我们去做的这个，那么你无论在哪一个地方走，你看，我们把这个枝条连上去。好，再往前伸，你还是这种感觉啊，同学们。那么你画出来的叶片呢，它就非常的灵动啊，不会出现平行的一种感觉啊，家人们，不会出现平行的感觉。当然，你去画的时候要多练习、多揣摩啊，同学们，多练习、多揣摩，那么你就能找到它的方法和规律，找到方法和规律。这样呢，它是什么样呢，家人们？它容易聚气。它容易聚气，我给大家讲，你画叶片一定要聚气，一定要有气势。那么你有总司令，对不对？有军师旅团营，那么他们打仗的时候都是一条心，对不对？打仗时候都是一条心。那么你非要
整一个不一条心的逃跑了，对不对啊？欢迎蝶，晚上好，同学们明白了吧？我们去画的时候一定要掌握这种方法，把它的气势，那么你就画出来了，明白了吗，家人们？气势就画出来了。好，那么咱们这是用人字破成人字的画法。那么家人们，你们知道还可以破成个字，对不对？我们还可以破成其他的同学们，咱们其实我们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它有这些最简单的元素，我给大家讲。那么我们去画的时候呢，一个叶片它是组成最基本的元素，我们画竹子最基本的元素。你再把这个元素，我们再去进行重合交叠的时候，我们又画出更多的叶片的组合，对不对？好嘞，雨生，谢谢大家点亮了粉灯牌咱们新同学打1，老同学打2，零基础打0，我看一下咱们看一下咱们今天咱们改了时间，第一天改时间，新同学来的多还是老同学来的多？好不好，家人们？咱们打一波，欢迎，好不好，家人们？雨灯下位000，哇，新同学不少，哇，老同学也不少，像梦一样自由，看到像梦一样自由喽。收红，谢谢你的大啤酒。快乐人生，李现，不平安兰花都来了悠然，哇，这么多老同学老同学挺多的这改时间的大家都看到了。听苹果，雨静。雨声，美风景，哇，这么多悠然用户628呀，我就记得你628，你要改个名字多好，是不是一长串的数字？好，那么家人们，咱们接着来给大家来讲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我们怎么把这一幅画你画的灵动画的灵动有生机。首先你们要了解我们这一个个字它有多少种变化。那天我专门给大家讲了一个破个同学们，多长时间算老同学咱没有具体规定没有具体规定，那么你最少也要是学过这个学过1轮2轮的吧，对不对好，家人们看过来，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以它为中心点同学们，这个个子以它为中心点来进行放射，看清楚没有，家人们？好，我给大家来演讲家人们看好了以它为中心点，那么我们把这个叶片我们往这边移一下，放射到这边，可以吧？我们把这里这个叶片呢，我往上走一走，可以吧？好，我把这个叶片都是以这个点同学们，我把这个呢往这边走一走，你们说可以不可以，家人们？好，同学们看60岁算老同学60岁在那个啥这个好像也不能说应该还算小青年的同学们看，那么我把这个叶片是不是画在这里了？那么我再把这个叶片呢从这里飞，我要飞得更高，对不对？这个翅膀呢就飞得更高了，同学们。好，你看它也是个子，这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个方法。如果你不会画你不知道怎么来变化，那么你就可以这样子你把这个点定出来，把这个点定出来你就去画线呗，对不对？好，我把它画成这样，对不对？你去练习对不对？我把它往这边歪一下也是可以的，我把这个画的直一点，然后这两个大鹏展翅往上飞同学们看
啊，这样也是可以，对不对？啊，同学们看啊，我把这个画出来，你们来看啊。谢苏红做的新增，好，看过来。这叫侧转中啊，同学们看明白没有？这叫侧转中。啊，我们一笔画出来，这个顿笔，好，我们向上再向下拉啊，同学们，好，长锋起笔，我们画出侧转中。好，在这里2个飞页，好，我们长锋，好，顿笔，好，走。好，这里呢，我们也是如此啊。咱们看，哎，我们就这样就可以画出来不同的叶片，这是一个方法。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看，好，侧转中啊，记着侧转中，家人们。斌哥，那我还是新同学，侧转中，我给大家讲过怎么笔法啊。你如何去转啊？如何去转？那么我们侧转中，把它转过来。那么这2个叶片呢，要有变化啊，记着要有变化，不要一成不变啊，不要一成不变啊。我们要有主笔，都要有变化。那么这是不是我们把个子进行了各种变化？同学们，你们说？今天改云淡风轻，今天改7点半了吗？对对对对，非常对，咱们改到7点半开播了啊，家人们，今天是第1天啊，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同学早就来到了咱们的小竹林啊，非常的棒啊，家人们。那么我们理解了这种，你们说有多少种变化？同学们，咱们就拿一个个子，那你更多的叶片的变化就更多，对不对？拿一个个子来给大家举例说明，你们说有多少种变化？你们说你们不会画叶片，不会画灵动，对不对？那么你们跟着老师，我教你们怎么画的灵动，对不对？好，你们说还有多少种变化？家人们告诉我还有多少种变化？打出来呀，家人们，这么不热烈，这么不热烈，老师还要不要讲了？讲其他的吧。啊，夕阳红老师画的叶子啊，这么漂亮。今天7点半开播了，对，今天7点半开的播。老师画的叶子这么漂亮，我画不好看啊。叶子你要怎么画好看啊？这个从基本功法开始练习啊，基本功法开始练习。这个你跟着听啊，老师会讲到的啊。特别是一个叶片你怎么去练啊？咱们从一个叶片练起。画出它外圆内方啊，你的一笔，你的功力啊要练到位啊，要练到位。那么它就需要什么呢？叶柄、叶首、叶尾，好，带叶中3部分。我们叶中呢，它占6/3啊，占3/6。好，它占6/3。那么叶尾呢，它占，一定把这个比例啊搞一下啊。很多种变化吧，一会儿我给你们讲啊，我给你们讲，我给他这谁，这个咱们这个夕阳红啊，特别是这个老同志啊，这个他们喜欢学习，好，我给他讲一下啊，2/6，你把这个最基本的1/6，你先把它比例啊，改天我再给大家再详细讲啊，有9种以上的变化，往改9种以上的变化，一果说很多种变化吧，啊，叶尾交叶尾，千变万化。啊，他们，讲枝条，讲竹条，这样的吗？讲竹条啊，不知道啊，很多家人啊不知道啊，家人们看过来，好，你们看过来啊，我把这个告诉你们，它有多少种变化。首先，我如果把这个叶片定下来，同学们看啊，我把这个叶片定下来，好。那么我把这个叶片定下来之后啊，家人们看过来。那么我以刚才给大家讲的有一个中心点啊，同学们有一个中心点。好，我以这个中心点。那么我有了一个中心点，这一个中心点呢，
我把这个叶片也定下来，右边的叶片也定下来啊，从这中心点发散，怎么看？这是又一个叶片。那么这一个叶片呢，我们从这个中心点出来，看清楚了，家人们。那么我们这个叶片，好，我们这个叶片你来看啊，我把它给定了。好，同学们，大家使一个定身法，家人们说定。啊，把它也给定了，像孙悟空定七仙女一样定。好，把一定了啊，定一，定二，好，定这个飞叶。好，我把它两个给定住之后，你再来看啊，我去变化这一个叶片，这一个叶片，好，定，对，大家喊出来，大家喊出来，定。咱们小竹林就要开开心心的啊，也要开开心心的。你们来到小竹林里啊，大家这个都很热烈的话，咱们就很开心啊，这是整体的一个气氛啊，咱们不要拗啊，你越拗，那气氛就不好了，家人们啊，咱们都要这个，对，就热烈一点，就开玩笑，就像大家就是一家人一样，对不对？定定定，哇，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同学们？那么我把它定完之后啊，同学们看，我在这里依然是画这一个方向，好，从这里呢。还是这一个方向，那么它两个我给它定了，方向都不变了，对不对？方向都不变了。同学们再来看啊，那么我在这里把这个叶片往这边来，同学们说可以不可以？同学们说可以不可以？对，学习要有一个氛围。啊，同学们看，你们说是还是不是啊？可以吧？那么我们贤弟废纸3000使通神，你糟蹋的纸没有老师那个搞的纸多，我现在还有好多纸都在这扔着呢啊！你没见我去老师那里，我老师那里他的那个纸满桌子都是。我去年去的时候，在他桌上翻来翻去，我翻出来很多啊，听不太懂，我来给你讲啊，同学们。那就是说，这个两个叶片不动的情况下啊，这两个叶片不动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动这一个叶片，第三个叶片啊，这能看清楚吗？这能听懂吗？我们动这第三个叶片，你看它的角度，它可以是这个角度，这能听懂吗？它也可以是这个角度，能听懂吗？啊，这个能听懂吗，家人们？啊，那么我还可以让它是这个角度，对不对？还可以让它是这个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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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可以让它是这个角度。家人们，你来看一下，啊，能听懂，非常棒啊！咱们家人看，这要有多少个角度啊？同学们，它要有多少个角度？那么我们如果分的细的话，它变化就像我们的分钟那个秒针，对不对？看，对不对？家人们，你说它有多少种变化？无数，非常对啊！就这一个叶片动一动，它就有无数个变化。那么同学们，你们要再把它这个叶片再动一动呢，把这个叶片也再动一动呢，家人们，明白没有？小小竹叶画法这么多学问，对呀，所以说你如果明白了老师给你讲的这个道理，你去画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这种盖章式的，那么你每一组叶片画出来它都不一样，都是灵动的啊，家人们一定要明白。那么我把这个叶片呢画出来，咔，对不对？那么它往上转，同学们把这两个叶片给定了啊，你看它是不是又可以画出无数种，对不对？啊，它又可以画出无数种。我们定这两个叶片，这个可以转成无数种。那么我们定这两个叶片，把这个叶片转起来，它又是无数种的变化啊，不能往右转了，你再往右转不好看。
你再往右转，转成啥了？它是转成这个样子啊，同学们。往右转的话也可以转，也不是说不可以。那么往这儿转呢，你来看啊，它就转成这个样子。哎，咱们个子是不是有这种画的啊，同学们？是不是有这种画法啊？同学们看，是不是也有这种？那么也有，你再转到这儿的话，那它就变成这样子了，对不对？同学们，我这样讲都可以转的啊。当然除了你转的，要把它安排得当啊，同学们一定要注意。那么它转了一周，对不对？转了一周，你看它的变化，我这画了才是有几个了。那么你这样一推算，它就有很多种，对不对？它就有很多种。所以说我们去画的时候，无穷无尽，那么你就不会画重复了，对不对？有很多去画重复完全一模一样的啊，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给戒掉了，对不对？就可以戒掉这个毛病了啊，对不对？那么盖章式的画法就不彻底被我们摘掉了这个帽子，对不对？那么你们去学的那种，明白了吧？我再给大家讲，这是一种灵活多变的一种画法。那么咱们画一个枝条，好，那你如果是你不会这种变化，那么你是不是很多同学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画一个个子我这样画，我又画一个个子，还是这样画，它就没有变化。我再画一个个子，它还是这样画，角度始终是这个角度。好，那么这一个呢，也始终是这一个角度。你们看啊，你们如果是这样去画的笔多大了 ？Hello， 特可爱，好像懂一点了是吧？好的这是教给大家不要程式化的去画墨竹，那么它是有变化的。我们风吹一吹，嘣楞楞楞，它两个叶片就会变动它就会变动。我用的咱们的这个是小黄车1号链接的毛笔1号链接的小号毛笔。那么你满纸都是画的这样的，你说你画的好看吗，家人们？这就是盖章，对不对？这就是盖章。你满纸画的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拿一个章刻成咔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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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盖上去了，它不灵动。那么风吹一吹，它两个角度就会变化。这整个枝条上，你说它变化有多少种，对不对？哇，贤姬，我以古稀，但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哇，你的状态非常好，真的，我们就是要这种精神，墨竹的精神。家人们来看我现在把这一个去进行变化的时候，那么有的同学会不会我画一个戒指，是不是我在这里呢还是这样的我画个子是这样，画分子画戒指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么都还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家人们，对不对？画4个页，画3个页，你都是画一模一样的。那么这就是什么呢？你把这个画给画呆了，家人们知道吗？它不灵动，那么解决这个方法呢，就是刚才用到我刚才给你们讲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有很多种，对不对？首先刚才给大家讲的其中一种防五必破，看到没，家人们？我们在这里逢5破，把它给破掉了，对不对？那么它就不一样了。好，我们把这里去加一个叶片。好，那么这一个它和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刚才破的2个重人，对不对？从这里破。好，1笔人，2笔人，1、2、3，破成3个重人，对不对？我教给你们的方法都用上对不对？你看它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你如果感觉这一笔和这一笔它有点重复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去加上1笔你看它这里没有，它这里有，这就叫变化，家人们，这就叫变化，千变万化一定要记着，千变万化。而且呢，你在变化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去加在这里加1笔破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里加和它重合到一点了，所以说这里就不加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个破分啊，怎么看？我把它变成破分，对不对？啊，这就是千变万化。你学会了这个变化，你看6笔是不是3重人加一个破分加一个落雁，是不是？它马上这个画面它就丰富了。然后你再加一些小一点的，对不对？再加一些小的枝条、小的叶片，好，尖，家人们是不是？好，马上它就不一样了。我们在这里呢再去加，啊，我们就把这个废画变成宝了，对不对？哎，我们把废画就变宝了，啊，它就没有重复的叶片、重复的组合，家人们再也没有盖章式的那种感觉了。这就是你会画与不会画的区别之所在啊，家人们。啊，你不会画，你都画了一模一样啊，认为啊我已经学会画竹子了啊，那么你满纸画的都是个子，满纸画的都是介子，满纸画的都是分字，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它就不来一点点风吗，家人们？啊，我们自然界就不下一点雨吗？就不吹一点风吗？那么一点小风就可能把它角度改变，对不对？你们说是还是不是？啊，一点小风就会把它角度改变。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要学会怎么来破。那么我们学会了来破这种方法呢，对，心灵啊相通啊，家人们，你们要领会透啊，一定要领会透。那么你们理解了，我们要学会这种破。那么刚才老师讲的这个个字法，好，我们在这里把它定了。把它定下，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往这边走？好，它没有被风吹起来，那么它下扬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还是这样子，这2个叶片还是定了，然后把这个叶片呢，我们扬起来了，同学们，它还是个子啊，同学们明白吧？啊，所以说你要让它产生千变万化啊，这样你画的画它才会活啊，同学们。好，明白了吗，家人们？好，明白的打个明白啊，同学们。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它对于我们怎么样把画给画活了啊，怎样把你的画画的灵动，它是很奏效的啊，很奏效的。好，明白了，好，咱们家人特别棒。然后你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还要有什么样呢？还让大家明白另外一个道理。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家人们？它也是变化之一。什么变化呢，同学们？咱们刚才知道了啊，我们个子。好，我再给大家画一个个子啊，同学们。用的什么纸？纸是咱们小黄车里边的半生半熟的这个3号链接的纸啊，3号链接的纸，这个纸非常好用。好，都是老师精挑细选的啊，选出来的。脑袋暂时听明白了，斌哥手不听话，斌哥，快乐人生。老师的课百听不厌，谢谢南风见啊，于静啊，老师讲的真好，谢谢大家啊，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叠灵动自然，非常有用，讨开，好，吉阳3宝。那么咱们不要着急啊，同学们，咱们一点一点来学习。这个咱们还没有讲完呢，你们知道还有叶片里面还藏着有多少的变化？眼高手低，显居一啊。那么我们去画的时候，有没有同学是这样画的？家人们，就这一个个子啊，我们还用个子来讲啊，同学们，还用个子来讲。你们听着乏味不乏味？要不我们换一个啊，换一个4页的啊，他们看。好，同学们看，那么我们这样来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家人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4个叶片，我们画出来之后呢，有没有发现它的长短
围绕这个圆心来转一转，长短是不是大概一致？然后它的宽窄，我们再量一量它的宽窄，对不对？宽是不是也大概一致？咱们说是还是不是？啊，你把它画成长短一致啊，没有变化，那么它就也是一种呆啊，同学们一定要记着，我们叶片呢，它是有远有近，有朝我们而来，有背向而去的。那么你一定要画出什么？画出有长有短的变化，这叫长短的变化。家人们看过来，那么我把这一个画短一点，这笔呢我画长一点，那么这笔呢我画的更长一点。家人们，这就叫变化，同学们明白吗？所以说你们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一定要学会掌握牢。那么我这一个由短到长到最长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你学会了，那么这里就叫什么？它叫什么？把它我们1、2、3，家人们看过来啊，1、2、3， 3叫什么？我们把3叫做什么？我们把3叫做什么？我们把3叫做什么？家人们，我们把3称作主笔，把它称作主笔，它叫主。那么在这一组里边，我们有一个主笔来指导，那么它就是主笔。家人们明白了吗？好，那么我们有了长短的变化，还要有什么变化呢？你看，你如果只有长短的变化，它宽窄也是一致的话，那么它照样是不灵动，对不对？那么我们还要加上宽窄的变化，因为叶片呢，它有的正对着我们，它不是说所有的叶片都是让我们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展开了，是不是？啊，我们把它展开了，让你来看，让你来画，它不是这样的，家人们一定要明白。我摘一个这个不太好看的叶片啊，同学们，我摘一个不太好看的叶片，你们来看一下啊，咱们来看看实物。那这个叶片呢，你说你把它放平了，它正对着我们，那么这个叶片呢，它就是侧面对着我们的啊，它所以说它就摘比较细长一点。那么这个呢，它也是有点短胖的，它向远处去了，对不对？所以说它又有了长短的变化，又有了宽窄的变化，这叫什么？正侧的变化，正对着我们，侧对着我们的这个变化啊，同学们。好，那么咱们就讲了几个变化，家人们。好，总结一下，讲了几个变化了，我给大家写出来，好不好？写出来。好，我写出来啊，家人们，你们来看，咱们讲了几个变化。第一个，咱们先讲了一个角度的变化。好，第一个讲了角度的变化。角度变化。第二个，我们讲了长短的变化。第二个讲了长短的变化，有长有短。第三个，我们讲了正侧的变化。好，这个正侧的变化，家人们，好，讲了3个了啊，角度、长短和正侧。你的叶片组合里一定要出现这些变化啊，你没有这些变化那么它就不灵动啊，家人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那么我们如何去把正侧的变化
画出来。好，咱们先讲这些啊，墨色再慢慢再讲，咱们一笔墨里都给大家都讲了啊，同学们。好，那么我们正侧，同学们看过来啊，我们一个叶片正对着我们，它是什么样一种形态？好，正对着我们，它是这种形态，同学们看，是还是不是，家人们？它是不是这种形态？好，这是正对着我们的一种形态，是不是？好，把这个叶片好看过来，那么正对着我们，它是这个形态。那么我们是把它展开了一种形态。好，那么我们如果是把它侧过来，同学们再来看啊，我们侧了一点，你看它是不是变细了？如果再侧，它变得更细。好，我们这是正面，你慢慢的侧，慢慢的侧，它是不是就产生一个变化？家人们看它的变化啊，家人们，那么它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它是慢慢的变窄的一个过程。看过来，好，它慢慢变窄。好，它在慢慢变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家人们，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正面侧面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好，它就是一个正面，从正面慢慢转，慢慢转，慢慢转，转成侧面啊，同学们，转成侧面，最后变成一条线啊，同学们，理解的打个理解，家人们啊，它这个宽窄变化，它就是正侧的变化，它是正对着我们和侧对着我们一条线的这中间的一个慢慢的缓慢的变化。所以说它有这个变化，你在你的叶片里你出现这些变化啊，非常棒啊，咱们家人打出来了，理解理解啊，非常棒啊。咱们第一天赶时间，有很多家人可能都不知道啊，都找不到咱们直播间了啊，咱们好，所以说都会来的晚一点啊。好，家人们看过来，往常这个时间是刚刚开始的啊。好，家人们，那么我们在画这个叶片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基本上是正对着的，那么这个呢，它就变成侧面了，家人们一定要理解啊。这就有半侧和正和这个更侧的角度更大一点的，有的呢，好，侧的角度就更大，家人们明白了吗？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画成一条线啊？你要理解是正侧的变化。那么有了长短的变化，正侧的变化，我们的叶片是不是很丰富？家人们，是不是很丰富？再不理解就辜负那几片竹叶了。青芽弹珠真的是这样的啊，绝不可辜负它啊！它这也是牺牲了自己啊，为了咱们大家能够学会。你看这一个小小的叶片，老师给你们讲出了多少道理，家人们明白了吗？你们的叶片里如果出现这么多的变化，那么你们的叶片是不是就非常富有玩味，家人们？那么就是百看不厌的，家人们，你们画出来就百看不厌，谁看的哇这么好，对不对？它就分了几个方向，你看见没？一个扑面而来，一个向这边凑过去，一个向这边来啊！你的整个组织上它就有各个方向，对不对啊？这种变化大小角度啊，这个叶阳之分，对不对啊，家人们？那么你就画的灵动丰富多彩，你的画面就不枯燥了，就非常的灵动，非常的自然，你再结合它整体的气势，对不对？那么同学们说，我们现在讲完了没有？大家还要不要听？还有多少种变化？家人们，你们说还有多少种变化？还要不要听？家人们啊，这一个叶片里边它蕴含了好多内容，不但画得好，还挺幽默，谢谢开心啊！喜欢我点灯牌呀，穿黄马甲呀，开心啊！同学们，你们说是吧？那么我们现在要听哇，好，要听咱们接着讲，好不好？要，黄马甲已经签上了，谢谢你们开心。对照实物真好理解，对啊。那么我们现在
还有什么变化？家人们再看过来，我们有了这个正面和侧面的这种变化，为什么有的画了一条线，对不对？你们这就理解了。那么我们第四呢？第四，仰幅的变化，家人们，这个仰幅的变化也是很关键的啊，同学们。同学们，何为仰幅的变化？你们理解吗，家人们？有多少家人理解咱们仰幅的变化是怎么回事？看过来。那么我们这一个叶片啊，我从这个吧，那个有点瘦弱枯萎了啊。咱们从这个叶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正对着我们向下低垂，对不对？那么我们的视角呢？我们的眼睛呢，就在这个方向跟它平行，对不对？我们的眼睛在这个方向跟它平行。那么我们慢慢的转，同学们看啊，我们在转。好，那么这样去转的时候，你们发现没有？那么实际上你已经看不到后边的了，后边的已经被遮挡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在这边啊，那么它在你的眼睛之上，对不对？如果再转的话，你的眼睛在这边啊，它更偏上，对不对？这种时候呢，它就产生了一个仰。我们头往上仰的时候，那么它叶片在我们的上面，你甚至如果仰得很，你可以看到，哎呀，口干了，我喝点水啊，家人们，可以看到它仰起来的一种状态。好，谢谢，谢谢爹，谢谢大家啊。好，那么我们能看到它慢慢扬起来的一种状态。那么它扬起来的时候，你们看到扬的最大角度，你们有没有发现它变成了一个三角形？家人们发现没有？它怎么叶片变成三角形了？家人们为什么会变成三角形？谢谢美化人生。李弟还知道喝水了，今天真是干的太狠了，才想起来喝水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前2天我是2个小时整场都不喝水了，结果今天呢不行了，受不了了。扬手喝水，说太棒了，这个是谁啊？这个厚德载物啊，真的非常棒啊！这个扬手喝水，我正好讲到扬手，你看一语双关啊，真的很棒，咱们家人特别的有才啊，特别的有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部分，同学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所遇见的都是哪几个部分。好，我给大家这个叶片真的做出了牺牲啊，真的为我们学习做出了牺牲。家人们看过来，我把它去分解一下啊，那么这里呢是叶首的部分，从这里到这里叶首，从这里到这里是叶尾。那么叶尾我们分成了2部分。好，到这里呢我们分成3部分。同学们看到没有？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了7份，我们分成了7份，1、2、3、4、5、6份分成6份。那么中间的它占3/6，这是叶中的部分，占3/6家人们看过来啊，那么在这个叶片做出这么大牺牲的时候咱们所有家人们认真的听认真的学咱们听老师口音。是湖南常德不是，我是河南的好，咱们家人们看过来。那么你们去画的时候有没有把它画成这种感觉？家人们看，我们把这两边一支，它就成了长方形，对不对？就成了长方形。这3格呢，它就是长方形咱们外圆内方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我们把这个长方形，我们这边收成圆的这边收一个弧线收过来，收成尖这边收，这边收成了一个弧度外圆内方，发现没有它都是弧线过来，就把它收了。那么它这个收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叶片，咱们看过来这一个叶片
你们要画出来这样的叶片的时候，那么你真正是就把这个叶片画活了啊，同学们。那么你就把它，我们从这里是叶首的叶柄的部分，那么这里是叶柄，这里是叶首，好，这里是叶尾，你看这中间我们这是叶尾，中间分3/6，这个地方呢，它全部都是叶中。对，我是河南郑州的啊，谢谢吉祥三宝啊，同学们。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过来啊，在这里我们把它一分，它也是跟刚才的一样，变成了什么外圆内方，同学们打出来，外圆内方，好，看过来外圆内方的一个结构，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画竹子啊，家人，这个你们好好理解啊，这个我们为什么从古至今很多这个大家名家他们画竹子乐此不疲啊，同学们，你们来看竹子，它本身它的生长就藏了很多的这个做人的道理啊，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它就藏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啊，家人们。那么它的叶片是外圆内方啊，它的竹子竹竿是空心，叫虚心，对不对？它的竹节一节叫节高，对不对啊？形容人这个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那么它的竹节长得又比较硬，对不对啊？它就有气节啊，这叫有气节。那么它的叶片呢，四季常青，家人们，它四季不调零，对不对？那么它叶片这种四季不调零，它不管风吹雨打，同学们，你说它的这个品性，对不对啊？它可以面对任何困难，风霜雨雪雾露，对不对？各种环境它全部能够坦然处之，对不对？像极了我们这个你自己的内心，你从小到大，对不对？你受了多少苦，吃了多少难，对不对？你为孩子们付出了多少啊？你为家人付出了多少？你自己做事业啊，赔过没有？对不对？你自己的这些所经历的这个路程，家人们，就是我们竹子的写照。对，非常对，任尔东西南北风啊，所以说竹子的这种品性，使得我们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豪文人墨客，就是不断的去歌颂它啊。它从叶片到竹枝啊，竹枝它有什么好？家人们，竹枝的好，你们来看，我们画一个枝条，它很柔弱，你看上去它容易弯曲，但是正因为它这个有弯曲，它有弹性，家人们，它有弹性。那么它的这个弹性，家人们，使得这个雨雪压在上边之后，它往下一低头滑落了，家人们啊，对不对啊？一低头就滑落了啊。那么你们所遇到这个困难，有时候自己扛不过去，对不对？扛不过去怎么样呢？该低头时就低头，对不对？家人们，这就是竹子教给我们的做人的道理，对不对？能屈能伸，对不对？成熟的谷子它才低头，那么竹子也是，对不对？那么它往下一低头，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了，对不对？朱元璋写一首诗，怎么写的？对不对？一个要饭的，对不对？一个乞丐，写出来一首诗，写出来竹子的这种精神啊，这个雪压竹枝低，虽低不沾泥，对不对啊？低，但是它不和这个泥土，不受泥土的污染，不和它为伍，它是竹子，对不对？你大雪把我压下来，严寒把我给冻得不得了，我不害怕，你把我压下去，好，那么一朝红日出，依旧御天起，家人们啊，这种感觉，这种气魄，就造就未来，是不是啊？成为一代帝王，家人们，朱元璋就成了一代帝王。一个乞丐逆转
成了一代帝王。这就是竹子这种精神啊，它对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这个鼓励，它伴随着我们一生啊，真的伴随着我们一生。我们很多家人，真的你们自己回忆一下，你们经历了应该也是很多的坎坎坷坷，为了儿女操碎了心，对不对？自己年轻时候打拼啊，到老了还要照顾老，还要照顾小，对不对啊？所以说家人们，你们付出了很多，但是你们从来没有被这个所有的困难所打倒，你们依然是坚持到了最后，坚持到了现在，你们就是最可爱的人，最有气节的人，你们是最具有这个竹子品德的人啊。所以说这就是我想给大家讲的，你们去画这个竹子啊，就要画出它的精神，画出它的内涵，画出它丰富的思想感情。家人们美化人生，老师对竹子剖析太好了啊！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喜欢。我这个剖析也是为了大家更好的去画出竹子啊，更好的画出竹子。我们不单是要画出它外在的，也要画出它内在的啊，同学们，画出它内在的。然后画竹叶两边总不光滑，有锯齿一样，是不是用力太大了？还是不是中锋用笔呢？啊，好，那个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你画这个叶片啊，你画这个叶片的时候，你从几个方面啊，家人们有多少是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对，我们要学习墨竹的精神啊，一定要学习墨竹精神。好的，好的，吉祥三宝啊，累了就休息啊。好，家人们好，谢谢大家啊，谢谢雨静啊，谢谢你们的喜欢啊。好，感谢大家点亮粉灯牌啊。要画好竹子，就是学竹子的精神。贤君，你说的太对了啊！我们所有喜欢竹子的人，我就说了嘛，在群里我也说了，那么都是和竹子品性相近的人，被他所吸引，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对不对？吸引力法则。那么有的他不喜欢这个，他去打麻将，对不对啊？他去摸牌，他跟这个完全就不搭界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去喜欢其他的，那么爱好这个呢，肯定是受了竹子的鼓舞啊，同学们啊。那么我告诉啊，咱们有这几个问题的啊，有这几个问题的，我给大家来讲啊，虔诚时间啊，谢谢，谢谢大家。那么你把毛笔刷一刷啊，记着毛笔刷一下，你来避免这个问题。清水里啊，同学们记着，你出现了这种干枯分裂、边缘不整齐，那么你就把毛笔刷一下啊。谢谢我们浅柔啊，谢谢。谦为天，谦为大啊，非常棒啊！这个充满了阳刚之气。好，同学们看过来，那么我们同心相惜，说的非常好，飘飘姐。好，那么我们把毛笔刷完之后，笔尖蘸墨，用一笔墨来画，笔尖蘸墨，家人们。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再画的时候，它就不会出现这种边缘干枯的一种现象。看过来，我们边缘它就会很光滑啊，为什么呢？你们讲为什么呢？它为什么会出现边缘这么光滑整齐，对不对啊？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它不缺水，一旦干那就是缺水了，家人们啊！我给大家做实验啊，他们看过来，我把这个墨把它吸掉，吸掉之后，那么你再画这个叶片。你说你能画出来吗？整齐的边缘吗？它不能，家人们啊，这就是小技巧，你们一定要学会啊！你别看这个技巧小，毛笔在水里刷一刷，而且这个动作你们要经常的养成习惯，因为这个毛笔它在空气当中，它的水分会挥发的，你放在那里一会儿不用，那么墨它就会干，你再去画的时候拿起来直接蘸墨的时候，那么它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就很干，它墨在上边啊，同学们。这山谷幽兰我怎么画不出来？好，那么我们把这个你刷完之后，它这个笔肚里边是水，
你往下一垂，家人们往下一垂，这个水从这边哗，它就流到笔尖了，流到笔尖，把你的墨就自动调和了，家人们啊，你们打出来，自动调和一笔墨，啊，一笔墨自动调和，你们打出来。我就知道你们真正的去理解了啊，真正理解了老师给你们讲的这个道理，一滴墨它真正的含义啊，一滴墨啊，同学们明白吗？它是因为后端是水，前端是墨，你在画的过程当中，这个水不断的往下流，不断的往下流，它不断的在冲着这个墨，所以说它就不会缺水啊，不会缺水，那么它就不会干，直到你上面的水流光了，那么它就干了啊。所以说这个墨它是有浓变得越来越浅啊，自动调和的一笔墨啊，非常棒啊，咱们家人很厉害啊，同学们你们都理解了。那么我们画到最后出现了没有墨这种非常干的，但是你们来看啊，老师这干成这个样子，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干成这个样子，一点墨都没有了，硬在上面擦的，到最后呢它还是收拢了这么一个尖，发现没有？有多少同学发现了这个尖比我的毛珠这个圆珠笔的笔头还要细？好，飓风，这就叫飓风啊，同学们，什么叫飓风？这就叫飓风。那么你的毛笔有没有飓风？对不对？你这是第二个问题，家人们发现没有？从这边就开始一点墨都没有。那么我们把它拉过来，这你们就知道老师为什么喜欢用这个毛笔一直在用。它就非常的飓风，你看到这里非常的细，你看我的圆珠笔的笔头都比它粗啊。那么这种呢啊，两头尖，这是我在给大家试验的，这个不是范本啊，这个不是范本啊，咱们是在给大家试验的啊，讲课给大家去讲这个怎么去让它墨不干，两边不干的啊，不是讲顿笔的。啊，如果讲顿笔的话，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要讲了啊，这个养浮的变化，同学们看过了啊。我们讲这个养浮的变化，那么如何做到养，如何做到浮，同学们看过来。那么我们要书法用笔，你怎么来用？看到没有？我们这里就是它的页首地方，是我们起笔的地方。我们书法讲究入笔，对不对？你怎么去入？行笔。是不是？你怎么去行啊？收笔你怎么去收？这几点啊一定要记着。那么我们主页也是，你看我当它往上扬的时候，到这个线，同学们应该看到，那么这页首的这一格应该是没有了，对不对？啊，页首就不见了，发现没有，家人们？是不是页首就不见了？那么页首不见了，这个页首呢跑哪儿去了？家人们，你们说它跑哪儿去了？我们来这样看，看见它跑哪儿去了没有？它跑背面去了啊，它藏起来了，家人们，它在这儿呢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页中间的一格、两格、三格啊，这页中间的这三格和这一个页尾的两格还在，对不对，家人们？这就是仰视的角度。那么我们再往上继续仰，再仰，那么页中间呢剩两格了，一格、两格，发现了没有，家人们？啊，那么页尾呢也剩它两格，我们继续向上仰。那么这一格呢又不见了，页中间只剩一格。我给大家讲的这是干货知识点啊，家人们，你们一定要记着啊！你们在画的时候，你们怎么能画出来仰浮的叶片？它的仰的角度有多大啊？仰的角度有多大？那么我们再继续仰啊，这个时候最后的一格页中也没有了，最后一格页中也没有了，我们只看到了这两格页尾合在了一起，成了一个三角形，发现没有？它成了一个三角形，家人们，是不是成了个三角形？家人们把三角形三个字打出来。老师这会儿讲的口干舌燥啊，家人们，好，打出来。好，那么我把它画出来，原理图画出来，家人们，今天咱们所有在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啊，你们都可以截到这张原理图啊，家人们都可以截到这张原理图。那么这个呢是政策的原理图啊，他们啊，你们非常棒，我是好久没有画这个原理图了啊。原来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画画，你们都可以截屏啊。这个叫政策，变化的原理图
好，这个是它的原理图。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给大家讲养幅变化的原理图。那么养幅呢，它其实就是一种翻遮叶片的画法啊，同学们明白吗？咱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给大家讲了翻遮翻遮叶片，对不对？咱们要理解什么是翻遮的叶片。喝点水再讲啊，这会儿真的有点口干舌燥啊。好，那我把这个先放这儿，你们先那个啥，我倒点水，我的水喝光了啊，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我去把水端过来。今天怎么这么干呢？前2天2个小时一口水没喝，都没事儿。可能是这3天积累下来的。老师今天喝8+1了，上火了，应该是几天没有喝，然后就那个啥了嘛，它就攒到一块了，积攒到一块了。好，咱们接着来讲啊，同学们，拼命三郎，快乐人生。老师喝点水啊，谢谢啊。悠兰说是老师是拼命三郎是吧？好，鸟语花香说喝点水啊，咱们很多家人，谢谢你们的关心啊，谢谢大家。其实我们小竹林里，我和大家是一体的啊，咱们都是一体的。王改改说上火了，金峰说今天喝8+1了，纵横一通说今天老师一吐为快，美化人生老师辛苦了，喝点水再讲。秦燕说郑州还好吗？好的，还好的。秋桐老师吃咸鱼了吗？我吃了几颗枣，今天晚上煮了枣。直播1小时是不是更合适？立冬后更干燥。对，微博这句话讲的应该是对的，应该是立冬之后它比较干燥，夕阳红，不会退群，不知怎么加新群啊？那没事儿，你在第几群，到时候可以把你不会退的话，直接把你那个先移出去啊，把你先移出去。谢谢蝶啊，天气干燥，多喝水，谢谢啊。吃得太咸。老师辛苦了，于静多多啊，山谷幽兰啊，酸梅汤，谢谢弟弟心疼老师，就多老师点赞啊，感谢咱们所有家长啊，说话太多了啊，夕阳红说啊，你还发现少讲点，少讲的太多就费嗓子，谢谢大家，真的你们太棒了啊，真的，哎呀，真的太有温情了，真的。我感觉咱们所有家人真是亲如一家人啊！直播时间太长了是吧？泡黄芪、枸杞、红枣，哇，咱们这么多家人好有经验呢啊！秋桐，枸杞红枣茶，老师今天烟抽多了吧？烟抽多了，我不抽烟的呀。咱们很多同学应该知道我不抽烟的。好，弟弟说对，老师不抽烟的，说话太多了，喝点秋梨高水哦，还有秋梨高水，中间要休息的。那跟大家聊聊天，也就是休息了啊！谢谢大家啊，一直在这个跟我聊天啊，你们跟我聊天我就不寂寞，大家加油，直播挺辛苦的，谢谢秋冬啊。霍瑞清老师一讲课就激动，就忘了喝水了。对，黎平说补充铁和维生素 C， 哇，你说的更专业，你说的更专业。我们说今天老师今天可以早点下课哈啊，太棒了，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关心。订的书到了500，非常好，谢谢啊，只要好就好好学，像梦一样自由，老师辛苦了，谢谢啊。说话多含点胖大海、菊花糖片。好的，听从你们的建议。彻骨凝香买点纸有什么优惠啊？你们咱们这个纸都是经过优惠的啊，咱们现在没有定什么，你这个提这个建议我可以考虑一下啊。目前没有，都是这样的，都是经过优惠的。老师8+1的，云南风景，赞赞不要停。哇，你们一直在说老师这个念不完的啊，真的好棒啊！你们这样一说呢，老师就多休息了一会儿啊。好，我喜欢竹子，咱从没画过，从你直播间学了知识啊，谢谢我们忠臣。啊，咱们很多家人太棒了，太优秀了啊！
好，那么我接着再给大家讲，把这个原理图画出来啊，咱们画出来，咱们看过来。养肤叶片它的原理图，首先我们还是从第一个完整的叶片画起啊，同学们啊，你们越是这个关心老师这个越是这个受宠若惊啊，我这个一定要把好东西给你们讲一讲啊，让大家都学会了。好，让大家都学会了啊，同学们。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些干货知识点。好，我们画了6个，画了6格，同学们看过来。那么在这6格之上啊，我们给大家去讲养肤叶片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翻遮的叶片啊，同学们一定记着，这个翻遮叶片用的是非常广的，用的是最多的啊。翻遮，我们基本上每个叶片它都会出现翻遮。那么这种翻遮呢，它就是养肤造成的啊，养肤啊，它就是养肤造成的。那同学们看过了，哇，谢谢新疆好地方，哇，这么多家人点亮粉丝牌了，太感谢了啊！好，感谢咱们所有家人，对，翻遮。好，那咱们家人看过来啊，那么我们第一个叶片，我们叶柄。我把毛笔再刷一遍嘛，因为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话，毛笔你们要记着啊，毛笔一定要勤刷，一定要勤刷啊，同学们，这是一个这个经验之谈啊，这是一个小窍门啊，同学们，你们画不出来这个圆韵的叶片，咱们古人讲要墨要蘸宝才能画这个叶片啊，看过来。你们有没有这样去训练过？你们有没有这样去训练过，家人们？这叫控笔，同学们。那么你们画出来再去分格啊，那是一种，对不对？那么当我把它画出来之后，这个格子这一格看清楚了，这一格它就是叶首的部分。我们这3格，它就是叶中的部分，等宽的。那么到一过这一格，我们开始慢慢收。发现没有？它开始慢慢收，看到没有？开始圆弧状收了。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是一样，我们一过这一格，啊，它也往前收，发现了没有？我们只有叶中啊，叶中它是外圆内方的，所以说你们练控笔一定要去这样练，把它控笔练好了，那么你画出来的叶片它就漂亮了。这是基本功啊，同学们，这是基本功。好，那么你们看到老师画好了这第一个叶片，那么我们翻遮叶片的时候，第一个咱们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养肤第一关，我们把这个叶首变没了，家人们发现没有？把叶首变没了。当然老师用这个图只是给你们说一个原理，它这个实际上它在养肤的过程当中，这个鸽子它也会变窄的啊，同学们，它也会变窄的。好，再看过来，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实际上就是这，好，发现了吗，同学们？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把叶首的这一格就藏起来了。那么我们用了顿笔，然后一个齐头顿笔。然后这里呢，我们依然是到这里开始收尖，那么这边呢还是方正的，这是我们藏了五线谱。今天好地方，你形容的太好了啊！咱们现在不是5线谱了，咱们是7线谱了。7线谱，一片标准的叶片大概就是你按7公分来算，那么咱们这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去定呢？家人们，你们知道我们画人的时候要定个3庭5眼，那么你人都长得都一模一样吗？不是的，对不对？我一讲大家3庭5眼，大家应该都明白，每个人都长一个样子，
但是你有一个标准，那么它有这个三庭五眼，你来对比，他的脸是不是？你看人家说是谁？朱元璋的脸，他就比较长，他三庭就比较长，对不对？这就是特征，对不对？那么说刘备的大耳垂肩，那么他的大耳朵他又超过三庭，对不对？他比普通人的要长，这就是特征。你去抓特征怎么来抓呢？我们就通过三庭五眼来抓的。那么画主页也是一样的，你把它定了这个基本的标准、基本的比例之后你有了一个基本的标准和比例，那么你再去画的时候，那这个叶片小一点，这个叶片长一点，这个叶片窄一点，这个叶片胖一点，对不对？你就有了一个标准了，对不对？那么你才能有千变万化的叶片出来，对不对？化妆也三庭五眼，对。好，怎么说，家人们？那么这我们就了解了对不对？我们就了解了。好，这一个，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了这个，那么你再来画的时候，你就有了标准。有的叶片稍微瘦一点，有的叶片稍微胖一点就有了标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画。好，我们再继续翻着，它变成两格这是一格，叶首不见，两格带叶中的一格叶中的一格没了，叶中剩两格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叶中剩两格了，一格两格，叶中剩两格，叶尾剩两格，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把它画出来，是这种感觉。叶中两格，好，到这里开始收。好，那么我们齐体的这个顿比还是依然是存在的那我就画快一点同学们理解。那么我们再往下变，它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一格叶中。好，到这里收。好，那这个叶中呢，它就是出现了，它就是说等宽的一种状态。那么再往下呢，它就变成了什么呢？叶尾直接收尖。好，直接一个三角形，它就没有了，对不对，家人们？再画一个这是我们你在这个标准上你在这个标准上你理解了，我们可以在下边你可以随意来画，家人们。那么你就画出它的翻遮的一种状态，它的角度有多少，同学们，你就可以测量，测量出来。好，家人们，我拿一个钢卷尺来给大家测量一下，好不好，家人们？你们想看它有多深，是不是？我找一下钢卷尺我的那个尺子跑哪儿去了？小尺找不到了，咱们用这个尺子给大家来量一下它的深度是多少家人们看。好，那么我们它是有空间感的，它的空间感怎么来表现呢？家人们，当我们叠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叶尖的时候，同学们看到没有？只剩下一个叶尖的时候，我们量一下量一下它有多少。好，我们来量一下它的深度，往里边深度是多少？好，看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剩一个三角，它是有空间感的，它的进深就是这样。好，放平了来看，家人们，7公分，有多少家人看到了？7公分，是不是一个标准叶片？7公分，咱们带叶柄算上，对不对？我们就按这个，它是有进深的，它有空间感的。所以说，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它就掉6公分了；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是掉3公分了，这样的时候1公分，对不对？这样的时候0它就完全展平了这就是它的空间感，我们去表现的它的空间感。那么我们了解了它的空间感是通过这样来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再去画的过程当中，这个翻遮的叶片，好，你来看，我们随手画出来一笔，你就要知道。好，这个叶片，我们画的这个叶片，它翻遮的程度是多少，对不对？翻遮的程度是多少？那么你一对照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叶柄，这个它只剩下什么了？
叶中的部分，它也就是占2格啊，占2格左右，对不对？那么叶尾呢，全部显露啊，全部显露啊，它就是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如果你画出来这种状态，那么一看，那么它就只剩一个叶尾了，一看就只剩一个叶尾了。但是有同学一直在画的是什么呢？有很多同学是这样画的，你们自己来看一下对不对啊？好，我们从这里，好，瞄一下，长一点啊。那么你直接画成这种，同学们你们说对不对啊？在我没有教这个翻遮叶片之前，那么你们这样画啊，你们可能看不出来。那现在我这样去画了，你们感觉对还是不对，家人们？那么我们的这个叶尖呢，它只占2格，你画了这么长的大尾巴甩出来一个三角形，那它就是错误的，家人们。叶尾没有这么长啊，三角形叶尾没有这么长啊，同学们明白吗？这种就是错误的画法，一定要记着啊，要把它避免到啊，把它避免掉，叶尾太长了。对，很多家人都犯了这种毛病，所以说你们如果画三角形，就给我画短一点，对不对，家人们？如果你画长了，你就要带上叶中；你再长了，你就要带上更多的叶中啊。那它是翻遮的程度不一样。咱们看过来，那么一旦你把它加上叶片之后，你就知道它是立体，它是有空间感的啊，同学们。发现了没有？那么这个叶片向我们扑面而来，它就成了这种状态啊，它是这种状态。那么这2个叶片呢？你看。我们把这个叶片，它其实它是这种形态。那么这个叶片它往我们翻遮而来，它翻遮的程度决定了它的这个离我们直线的距离啊，同学们明白了吗？啊，它翻遮的掉的剩的越少，证明它这个是冲着我们来的越多。那么如果是这种形态，那么它和我们基本上是平的啊，是平的。所以说我们要理解它是有空间感的啊，它是有空间感的啊，一定要记着。对，芦苇了，这个就画成芦苇了啊。咱们所有家人们，今天应该有很多家人应该学到了真正的知识啊，真正的功夫啊。咱们这一个叶片千变万化，把这一个叶片的精髓，你们应该都学到了啊，家人们。好，有多少家人学到了真正的知识点？你们再去画叶片的时候，是不是就理解了？我们是不是不会再画盖章式的城市画法？是不是也知道角度变化啊？是不是也知道这个仰浮的变化？同学们啊，我们是不是知道了更多的变化？同学们知道的家人们打出来，我看你们知道多少变化，你们打出来好不好，家人们？好，你们所知道的，把你们所知道的这个变化。你们是知道角度变化，还是只知道长短变化，还是知道正侧变化，还是知道仰浮变化？你们打出来，我看你们都了解了有多少。好，你们每个人都打出来，我看有多少。好，那么我们上回有了，每天有新知识点是吧？那就非常棒啊，每天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啊。好，美丽人生啊，知道但画不出来。那这个你知道之后呢，剩下就是慢慢练了，对不对？剩下就是慢慢练了。那么当你好，角度长短仰浮像梦一样之有啊，非常棒啊，知道长短和仰浮的变化。好，还有正侧的变化不知道是吧？啊，有的来的晚的可能没有听到啊，没有听到。那么你现在只是画出来了一个正面的，家人们，你们还没有把它结合呢，知道不知道，家人们？你不要想到这一个叶片我们还有结合呢。我如果把这个正面翻转翻遮的叶片再把它正侧结合起来，你们说它又有多少变化？这一个叶片，好，这是我们的正面，然后进行了一个翻遮仰浮，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仰浮呢，它不是正对着我们的，像我们现在画的是正对的。那么它如果也发生了这种侧面的变化，正面侧面的变化，那么你们看它是不是也不一样？家人们，是不是也不一样？他们说是还是不是？家人们回答一下。那么当它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记着啊，当它出现了这种，那么它是又一层的看到没有？好，我们又把它正侧加仰浮，
这叫正侧加养幅。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画叶片，一个叶片你画出来它就非常的灵动，因为它结合了自然界当中它物理的表现。家人们，这个它就发生了侧转加养幅，侧转加养幅的一个形态。好，明白了吗？你看它枝条，它的叶柄是在后边的，叶柄在后，那么另外的叶片呢？好，那么另外的叶片呢，从这里出的。那么它这个翻遮呢，它就是直接翻遮出去，然后它是一个侧面的翻遮，咱们看到没有？它不是这样正对着我们的一个翻遮，看到没有？它的顿笔的方法，我跟大家讲的这是剖析啊，它怎么去顿笔。很多家人往往把顿笔给顿反了啊，家人们，很多这个你们把顿笔给顿反了，有没有家人们？那么你看到没有？它真正的顿笔该是怎么样的？看到没有？这个侧转之后，它这边是齐的。你看它齐的这个顿笔，它藏锋是怎么藏的，家人们？你们有多少家人去注意过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往下压的？往下压的，它不是往下压的，它这个顿笔往上走，往这边走，明白了吗，家人们？好，那么我们再继续测，你看它的这个顿笔，发现没有？再测，看清楚了没有，家人们？老师用实物教学，你们要说再说听不懂，家人们，这个实物教学你们应该都能听懂吧，家人们？看到没有？这就是养幅加正侧的变化，养幅加正侧的变化，明白了吧？好，那么我们这个也是啊，你看正对着我们，它也加了一个正侧，还有角度，所以说这一个叶片画出来，它不是这样的，它的角度也有变化，看到没有？正侧养幅加角度变化，它是几合一的。你这一个叶片画出来，那么它加了几个变化，它的空间马上就有了，看到没有？你看它这个叶柄离我们这个距离，发现了没有？你再这样看，它是平平的一笔画出来的，但是它有空间感的呀，它是有这么宽的距离在的，有这么宽的距离同学们。所以说你们一笔画出来，把它的空间感画出来，把它的纵深感画出来，那就是你们就 very good 你们就非常棒了，家人们，真的很厉害了。看清楚了没有，家人们？你看我的顿笔是不是和它是一模一样的，家人们？你们发现没有？我这个叶片的顿笔，好，同学们发现没有？我这个叶片的顿笔，你看它这样顿笔，我这样顿笔，是不是？那么往这边走的叶片呢？往这边走的叶片，咱们再来看这个叶片，它这个叶片的顿笔，你看它是怎么顿的？同学们，它一旦翻遮的时候，看到没有？它是往这边顿的，好，发现了吧？所以说这些细节的东西，你们一定要，你们平常没有观察，没有注意，但是在老师的直播间里，我把他这个知识点讲给你们，那么你们在画的时候，马上一个叶片，你就和他其他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画的神采就完全就具备了，你就不同了，同学们，你就完全就升华了。你再去看别人画的画同学们，你就具备了鉴赏力。今天你知道吧？咱们有个同学跟我说他已经70多了，他说原来我就是说我收藏了一幅画，感觉特别好，但是听老师讲完课之后我把那幅画就直接就收起来了，我不挂了他说我收起来了，不挂了，家人们知道吗？他具备了鉴赏能力，他虽然不会画但是他知道你这一笔有没有画出空间感，你这一笔带不带书法用笔，你这一笔顿笔是不是顿错了，对不对？他具备了鉴赏能力，他能看出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还有一个同学原来也跟我说过，他上了那个什么棚那个教育，然后学完之后老师送给他一幅画，高兴的不得了当珍宝一样他也是来到了直播间，一听完之后他这个那个画他立马就那个啥了，怎么看怎么不好看怎么看怎么不顺所以说家人们，你们要明白
这个画它是有画理在的，家人们，你要通画理。你通了这个画理，你具备了鉴赏能力，提高了你的欣赏能力，同学们。有时候知道太多让人伤心，是吧？这个，你只有你的眼睛高了啊，你的眼界打开了，你才能慢慢的去提高。那么你就打算，你说老师，我就想上这个，我就想上3层楼就可以了，我的目标就是3层楼。好，同学们。那么你3层楼的目标，你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实现，对不对啊？那么你也不想太高，那么如果你定位就在12层，你的眼界，对不对？你定的就在12层啊，那么你再不济你也上到10层8层吧，对不对？你10层8层就撇那一个3层的这个目标的，就108000里的家人们。那么你的目标再定的高一点，你要爬嵩山，你要爬泰山。同学们，那相差就更远了，家人们，对不对？咱们有多少家人？我去爬泰山的时候，你知道吗？有80多的一个老夫妻两个爬到泰山第一峰，爬到最高的地方，哇，非常棒啊！所以说，这根据你定的目标，你不要说我老了，体力不行了，我上不了了，人家80多还能上呢，你上不了吗？家人们，这就在于你自己定的目标。所以说老师给你们讲了，你们不要害怕，知道太多了那不是坏事啊，你知道多了这是好事，家人们，你知道多了是好事，你顶多就知道多了，哎，我怎么看我画的怎么不好，那么你具备了提高的这个空间呢，你具备了提高的空间啊，同学们要明白这一点。那么我没讲之前，那么有的同学夸画一个，是不是3个叶片的，满枝条都是3个叶片的这个程式画法，那么全部都这样去画，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哎，感觉很好，你看画出来，哇，好漂亮。再画一个还是这样，大小一样，宽窄一样，任何变化都没有，还3叶交1点，对不对？哎，你这些错误的画法你完全不知道啊，对不对？你都不知道，那么你就感觉哇很好啊，太漂亮了，对不对？那你是外行啊，家人们，齐发乎中啊，至少在中，齐发乎上，对不对啊？这是非常对的一个道理。所以家人们，你们要先理解了啊。那么我们把这个一个叶片它带出了这么高的一些境界一些道理出来，那么你们再去画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很认真的来对待它了，对不对啊？你们就知耻而后勇，对，非常对的啊，家人们。那么你们画出来的那些叶片，你们是画出这种叶片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马上就知道，哇，老师我画错了啊，它这个原来只占2格，对不对？不能画长的，三角形了就不能画长了，画长了必须要加什么？要加叶中啊，必须要加叶中啊，同学们，也就是叶中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加上这个等宽的啊，同学们。必须要加上等宽的这个叶中，那么你向后才是收尾。好，我们转上，这个时候才是收尾，一定要明白这一点。那么你有了这个收尾，加上这个叶中，它才是正确的画法啊。那么你只有一个三角形，那么它不能画这么长啊，咱们一定要明白啊，同学们。老师能不能把昨天的课稿让我截个屏？昨天有事没听上，可以的呀，没问题啊。那么咱们今天看来讲这个时间不够用了啊，还有很多内容没讲呢。那咱们要不接着再讲一会儿？因为啥呢？咱们有很多老同学可能他不知道，他还想着这个10点半，那可能有的同学呢他会来的晚一点，对不对？啊，咱们再讲一小会儿啊，多讲一小会儿啊。咱们再下，好吧，多讲一会儿，我也讲上瘾，让给大家去这个把这个再剖析一下，他们。那么我们了解了它这一个道理啊，它这个叶我们画出来这个感觉，那么你往这边去斜一下啊，同学们，那么你去斜一下这个一笔带过来的这个斜度啊，同学们，好，这个斜度。对，改点了嘛。好，那么这个斜度，首先你们就明白啊，它是一个翻折的叶片，
它是一个翻着的叶片，它是呈这样的一个状态出来的啊，呈这样的一个状态。哇，这个叶片在这儿，好，看到没有？那么它这里顿笔，同学们，我给大家讲这个干货知识点啊，家人们认真听啊，这个干货知识点啊，谢谢这个夕阳红，谢谢你的关心。好，大家把赞冲一冲吧，好不好，家人们？那把赞冲一冲啊，你们冲一冲赞冲到10万，我给大家再讲一点干货知识，好不好，家人们？啊，再讲一下你这个顿笔，我给大家要讲一下这个顿笔的问题。很多家人遇到的是一个顿笔的问题，往往是把这个顿笔给顿反了。他该往这边去顿笔的时候，啊，他却往下去顿笔。有多少家人是这样的？有多少家人是这样顿的？这是错误的顿法。所以说，一会儿我给大家去剖析一下啊，这个顿笔有很多错误的方法。你们顿错了啊，同学们，好，你们顿错了啊，它的方向反了啊，同学们，好，咱们一起把赞走一走，好吧，家人们，我也喝口水，好不好，家人们？在你们点赞的时候，我喝口水，然后给大家讲更多的干货知识点，好不好，家人们？因为咱们这个时间呢，咱们所有的家人们啊，咱们今天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明天还是这个7点半开播啊，同学们，经过咱们所有家人一致同意啊，咱们昨天协商过啊。这个200多个同学啊，一致同意，咱们7点半开播啊，7点半开播。胖大海泡水不宜多喝，好的，李平，谢谢你。勇敢的来了啊，在点赞呢，苏红在点赞呢啊，辛苦了。陈家书法也在点赞啊，非常棒，咱们家人们。啊，顿笔的方向，对，一会儿我给大家讲顿笔的方向啊。左右逆风用笔啊，同学们，逆风的时候啊，咱前2天给大家讲过啊，讲过这个毛笔分什么啊？八面出锋，对不对？何为八面出锋？我昨天给大家讲的非常清楚啊，你这个往左边不好画的话，是你逆风没有练好，逆风用笔没有练好。叶柄怎么画？好，我最喜欢同学们提问题了啊！你们越提问题，老师越兴奋，你们越提问题越兴奋。但是不要不挂灯牌提问题啊！你们挂上灯牌提问题，老师最兴奋的啊！啊，喜欢跟你们讲，因为你们挂灯牌，你是对最基本的是对老师的一种付出的一个，送了1毛米啊，穿上了黄马甲，给老师交朋友了啊！终于10万了是吧？好的，谢谢咱们所有家人们啊，谢谢家人们。叶柄总画粗是吧？来，我来给你讲啊，同学们啊，我给大家讲。哇，谢谢听岁月啊，谢谢感谢所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没有点灯牌的家人们，咱们把灯牌点一点，好不好？我刚也喝了水，给大家再来详细的讲一下啊，离近一点啊。给大家细处讲，好吧，家人们，离近了给大家细处的讲一讲。那么这个你叶柄画不好是什么原因？有了1毛钱的关系，好办事儿了。哎呀，我的天啊！哎呀，穿上黄马甲了啊，家人们。老师讲的真特别细啊，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喜欢啊！好，家人们看过了啊。那么我们多多不客气啊，谢谢我们听岁月说禅啊，山谷幽兰，咱们很多家人呢，就是这个文化知识呢都非常的高深，也非常的渊博啊。其实我在这里呢，也就是这个抛砖引玉啊，给大家当个垫脚石啊，同学们踩着我过去，你们就学会了，家人们，你踩着我过去就学会了，好吧，家人们。勇敢一点，踩着我过去，好吧？那么咱们先给大家来讲这个叶柄，你们画不出来这个细细的叶柄是什么原因啊，家人们？好，你把这个毛笔提起来，我们用的是提，在书法里边咱们是讲提啊，同学们把毛笔提起来，毛笔提起来，那么你就可能画出细的叶片出来。李炳老师讲的细致严谨，谢谢啊。新疆好地方老师厉害，谢谢我们新疆好地方。
好，你把这个毛笔提起来，如何来提？家人们，这是一张纸，这是一张纸，我给大家画出来。那么这一张纸，我们的毛笔啊，同学们，这些图啊，我给大家画的都是剖析的原理图啊，家人们。对，中锋啊，同学们非常棒啊，贤居啊，非常棒。所以说咱们很多家人是非常优秀的啊，非常棒的啊，藏龙卧虎。老师只是在这里给大家去做一个垫脚石啊，有些你们没有听过的、不知道的，给你们这个踩着我过去就行了啊，家人们。好，看过来，不能踩，跟着老师步伐。好，谢谢你啊，好，谢谢微博，谢谢所有家人们啊，同学们看过这里啊，家人们。好，咱们这个毛笔只有笔尖啊，这个是纸啊，只有笔尖，我们接触到这个纸时候，那么你在上面划出了这一条，它就非常的细。咱们给大家讲过，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咱们采用的是锯锋啊，锯锋。同学们，第一你要锯锋啊，同学们，锯锋顺锋走。啊，我们提往上提，中锋行笔，家人们，那么你出来的是这样的一条细线。我为什么这样去画呢？是为了让大家能看明白，能看懂啊。当我们去压下来的时候啊，同学们，我给大家剖析的是原理图啊，家人们，这个原理图你们应该都能看懂的啊。好，那么这个毛笔我们把它压下去啊，我们把它压下去，同学们，当你压下去的时候，看到没有？它是这种形态啊，压下去，它和纸接触的地方，生宣纸是不是画不出细笔？不对啊，韵语，不对，你说的不对啊，生宣纸一样可以画出来啊，一样可以画出来了，家人们。啊，一会儿我教你啊，一会儿我教你，先好好听这一个。好吧，咱们先好好听这一个，一会儿大家想学的话我再教，好不好，同学们？那么我们把这个纸压下去之后，谢谢我们夕阳红，谢谢你的夸奖啊。好，那么我们压下去之后，那么它这个毛笔它就具备了这么宽，它就具备了这么宽的宽度啊，家人们，好，明白吗？它画出来的线条就是这么宽。时间到了，弟弟哦，咱们再那个啥，再稍等一会儿啊，咱们再稍等一会儿，因为今天呢有很多老同学，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改时间，很多老同学他来的晚啊，很多老同学来的晚，咱要照顾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是昨天宣布，今天改的，有好多同学不知道啊，咱们时间改成晚上7点半到8点半，咱们很多同学感觉太晚了，同学们这个休息不好休息啊，同学们啊，就有点太累了啊，同学们。好，咱们管理把它打出来啊，7点半开播时间，7点半啊到9点半，对不对啊？也有好多新同学，对，也有好多新同学啊，你们再来的时候，明天就7点半啊，7点半过来啊，咱们到9点半就下了，这个时间就已经下过了啊，同学们。啊，对，明天继续的啊，同学们，时间就是7点半到9点半。好，同学们看过来，咱们公布几天，大家都知道了。好，那么我们把这个笔提起来，它就形成一条线，压下去啊，这叫按。我们在书法里这叫提，我们宽的它叫按。他们看到啊，我这是把毛笔是按下去，一提一按之间啊，同学们，咱们就完成了啊，一提一按之间，我们就完成了。对。你这个用笔要多练习的啊，要多练习的。笔尖触纸的这个声音，咱们家人应该很多家人在前段时间老师一直在画作品，你们应该能够听到这个笔尖擦纸的摩擦纸的声音，你们可以听一下，家人们，好，来听一下。听到声音没有，家人们？有没有听到声音呢？家人们有没有听到声音呢？有没有听到声音呢？好，我是画了让大家听到声音。当你和你的毛笔
合二为一。当你和你的纸合二为一，你进入到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境地里边啊，同学们，咱们佛学讲这叫什么？禅定，对不对？叫禅定啊。那么你达到这种境地的时候，你的心完全就放空了，家人们，你的心完全就放空了。那么你放空之后，你就和你的画完全融为一体啊！你打到、你看到、你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个笔尖在这个纸上边，它压下去了多少啊？它与纸接触的面积有多大？你这每一笔你画出来的力度和大小，你就知道了，家人们，你就知道了。夕阳红，能查到老师的作品吗？啊，我作品这个现在那里边没有挂啊，那可以查到的，但是那个现在我基本上就不挂了，原来在那个网上都挂的有，现在我基本上都不挂了啊，时间太久了。好，所以说咱们一讲课呢，好多东西就会耽搁了。你们了解了这个叶柄就是用题来画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叶柄是用题画出来了，那么我们叶手呢是用顿笔往下按画出来的，往下按，同学们，你按下去啊，按下去之后，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形状啊，同学们。那么我们再往后叶中的部分啊，叶中的部分，那么你是行笔的，家人们，你是行笔走的啊，同学们明白吗？你是行笔的，那么这个是等宽，它是等宽的啊。这是等宽的，那么你是一个行啊，咱们有题有按有行啊，这个是到这个时候是行笔。好，那么咱们把这个问题也讲了，你这个叶柄现在你知道怎么来画了吧？把毛笔提起来多练啊，毛笔提起来多练。好啊，它还有最后一个收啊，还有最后一个收啊，不给大家讲完吧啊，还有一个收啊，家人们。啊，提、按、行和收，那么它到叶尾的部分呢，它就又收起来了啊，家人们，叶尾的部分它开始收，它收的这个过程啊，同学们，它收的这个过程呢，它还是提起来的一个过程，明白吗，家人们？你是把按下去的毛笔再重新按下去的毛笔，你按下去了，再重新的一点一点提起来，再提起来。啊，形成一条细线出来了，同学们明白吗？再提起来，这是一个过程，提、按、行、收，最后一个是收。好，同学们明白了，这是咱们整个的一个过程啊，画一个叶片，还是你这个写字啊，写书法也是都要有，还有一个转啊，同学们，提、按、行、收、转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了解了这几种啊，咱们再给大家讲顿笔的方向啊，同学们讲一下顿笔的方向，你们来看一下啊，我们顿笔如何来顿。好，我再换一张纸啊，咱们再换哦，咱们有同学那个，这个刚才要拍那个啥的同学还在不在了？要拍昨天的那个课件的同学还在不在了？厚德载物吧，我应该记得没有错吧？你还在不在了？厚德载物，在的啊，在的。好，咱们把这个叶片的顿笔讲完之后啊，就给大家拍一下啊，拍一下咱们的课，拍一下咱们的手稿。好，看过来啊，家人们，干货知识点来了啊，咱们接着来讲，这个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可以说我在改作业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同学们出现这个错误，顿笔方向顿反了啊，家人们，顿笔的方向顿反了。何为顿反了？那么我们这一个叶片往这边走，那么我们往上去，往下顿啊，同学们，往下，好，写翻折，
向下啊，家人们。那么它的方向是这样的啊，一定要明白啊。你随着你的这个出笔的方向，那么我们往这里，你们自己检查一下，你们有没有顿反啊，家人们？老师把今天的手稿让我们截图，可以，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画完之后都让大家截图啊，同学们，都让大家截图。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翻折一定要明白，你看左右翻折啊，同学们。好，你看它的顿笔的方法，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的是顿笔的方法啊，这个往上顿啊，往下走。方向我给大家画出来啊，同学们，方向给大家画出来。这个给大家讲的都是干货啊，同学们都是干货。往这边顿，往这边行啊，同学们。好，咱们枝条是往这边走啊，看到没有？那么它是一个顿笔的方向，一定要注意。好，我们往下走的话，再来看啊。逆风，这是逆风行笔。那么我们往前推着走，对不对？往前推着走，那么一样是我们去画出来它的一种动态。再看这个顿笔的方向，那么你们顿笔的方向为什么说是错了啊，家人们？为什么说是错了？它该往上顿的时候，你们往下顿了啊，你往下顿了，很多同学是这样顿的。我检查作业啊，同学们，我检查作业的时候，发现很多同学都是这样顿的。你们有没有这样顿？家人们有还是没有？家人们，对，咱们以后开播时间改成7点30分啊，开播到9点30分下播啊，同学们，咱们今天拉一会儿时长，原因就在于咱们很多家人不知道啊，很多家人不知道，所以说你们这个方向顿反之后，它就很不自然。它就很不自然，好像这个叶片不是在这个枝条上的，有没有这个感觉，家人们？啊，那么往这边顿的呢，你反而是往这边顿的话，你是往下顿的，啊，同学们，那么你这个叶片你长出来，它这齐齐的在这边，家人们，你齐齐的这个在这边，它的叶片它在哪儿呢？它叶柄从哪儿长出来的呀？气不沾八不连的，家人们，这个感觉很怪异的，家人们，它就很怪异的，对，所以说这个风就是顿笔顿错了啊，家人们，顿笔顿错了，你这个调风的时候调的不对啊，家人们一定要明白。好，咱们练过书法的很多家人都知道调风啊，这个调风很关键的，调风怎么调，家人们，你们知道调风怎么来调不知道？我们单反式调风，我再给大家报一个干货知识点啊，家人们，单反式调风，你不要这样去调风，家人们，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这个按下去的时候，你来调这个风，你说你能调过来吗，家人们？你按下去的时候，你调这个风，它就是圆的，家人们，它就是浑圆的。那么你要调风，要怎么样呢？你要先把它提起来。先提起来，提转，家人们记着这一个词啊，它是提转，你不提没法转啊，没法调风。家人们，把提转2个字打在公屏上，家人们一定记着，在你调风的时候是要提起来再转的。我们压下去，你看，我们压下去之后，我们往这里提，然后你再转，可以转一个方向，对不对？好，我们往这边转，你再想转方向，再提，家人们再提，再转，家人们明白吗？我给大家讲了提转啊，同学们一定要理解，你们去练啊这个提转啊，我们提转的，你看我们叶柄，我们从这里画出来。我们叶柄画出来之后，好是提
提起来之后，然后你开始转啊，家人们，压下去，这个时候就转了啊，同学们，这是调峰，然后转走，这叶片你就画出来它翻转的一种动态了啊，你有了提转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往这边走的也是一样，你先把这里好提起来，然后再往下压，开始转走，这是逆风啊，同学们明白吗？这个很重要的啊，家人们，你不会转，你不会调峰，那么你不会，这因为你不认识这两个字啊，你不知道这两个字，家人们，你如果知道这两个字了，那么你会很灵动的，怎么提转都可以啊，怎么提转都可以。所以说很多呢，家人们往往都是在这个地方呢，都是按下去的按下去的，这样子画出来这种形态，那么它就非常错误的啊，非常错误的，大错特错了，画出来特别不灵动，特别的笨重啊，它就没有任何的感觉啊，要记着提转。好，那么我们往这边也是啊，我们你看往上走，往下压调峰，还有往下压，同学们看，我们依然是提转啊，同学们，你从上走往下压也是提转，也要调峰啊，同学们。所以说这个翻支的叶片，我给大家画一个循环图，好不好，家人们？这个循环图还能画完不能啊？好，画不了了吧？还有几分钟，还再加上拍那个啥，哇，今天讲这么多干货啊！咱们家人太热烈了啊！赞又点到11万了，家人们，好，赞点到12万，会不会，家人们？加油！我给大家画一个提转图啊，同学们，侧转的提转，这一个图也是非常重要的。明天继续吧。哦，也行。他们说明天继续，明天接着画还是今天画呢，同学们？好，家人们，哇，谢谢大家点赞啊，谢谢大家点赞，能不能点到12万？今天这么一通，明天还有明天的知识点是吧？明天还有明天的知识点，今天吧，明天吧，今天吧，现在吧，家人们真的好热烈啊，真的好热情啊，家人们，明天吧，明天继续吧，明天，今天画完吧。都有人说了，讲太多消化不了了。好，那也行啊，也行啊。好，咱们所有家人们，那么咱们就明天。好，咱们所有家人们，想拍图的先把这个提转先拍一下啊，先拍一下，咱们拍一下，你们把这个好，我把它，你们开始截屏吧，家人们，开始截屏，好吧？好，3、2、1，好，谢谢咱们所有家人啊，谢谢你们的这个理解啊，谢谢你们的关心。好，咱们把这个截屏，然后接着再把这个截屏，家人们。好，3、2、1，好，截屏。好，谢谢大家的粉灯牌，没有点亮粉灯牌的家人们，把粉灯牌点亮一下，好不好，家人们？谢谢大家的粉灯牌。夕阳红，要休息，老师要休息，李平老师要休息。哇，谢谢，非常，我感觉你们就把我当自己家里人一样，这么这个啥关心，我都有点感动了啊！真的被你们感动了，我真的想都给你们多讲一点知识点。好，3、2、1。好，家人们，你们真的太优秀了，我感觉就是同一个小竹林的，都是一家人啊，真的很亲切的一种感觉。好，谢谢我们美化人生啊，老师辛苦了，谢谢我们韵语啊，谢谢幽兰啊，谢谢咱们所有家人，老师把正笔讲完啊，明天讲吧，咱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同学们看过来。好，3、2、
1，好，家人们，好，再把这个啊再拍一下，这个也讲了破人法啊，这咱们一开始讲的，同学们，这一开始讲的，好，谢谢你们随缘浏览啊，晚改，谢谢大家啊，3、2、1，啊，同学们，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咱们如何来破，还有菱形格的画法，真的讲的太多了，今天讲的真的太多了啊。眼叶的菱形格啊，眼叶菱形格一般是不好掌握的啊。好，讲的都是干货点啊，都是干货知识点。3、2、1，截屏啊，家人们。好，咱们接着啊，这个不是了啊，这个我看一下还有哪一个，这个也不是了，啊，那就还有这几张了，还有这几张啊，好，看过来，这几张截过了吧？这几张截过了，啊，还有那个厚德载物要截这个啊。要截昨天的啊，这是昨天的，我都定起来了啊！我以后我都把每一天的都定起来，然后写上这个日期，哪一天讲的啊课稿，我都把它定起来了。好，同学们，好，你来截吧。厚德载物走了没？厚德载物，你要走了就不截了啊！走了没有？这么多没听到，今天讲了太多的干货知识点了，咱们。4笔破重人，逢5必破，对不对？双个必破啊！咱们如何破重人啊？还有3、2、1，还讲了这个什么菱形格画法，全部都是这个干货点啊！什么在的赶快截！3、2、1，你如果在群里就不用截啊！你如果在群里就不用截，群里发的都有，群里发的都有。3、2、1，好，截屏。3、2、1，你在了就不截了，你在了，你在几群呢？那里边都有的，你去里边看吧，啊，就不用截了。好，咱们所有家人们辛苦你们了，咱们已经点到12万了，马上就12万的赞赏了，家人们，好，非常棒，感谢家人们，感谢大家啊，咱们点到12万下播，好不好，家人们？点到12万下播，好，咱们怡然自乐啊，谢谢啊，谢谢大家。好，咱们12万点够了下播，好，能不能点到12万了，家人们？好，谢谢大家，谢谢厚德载物，谢谢上古幽兰，谢谢我们Hello 他可爱，谢谢我们 MAK， 谢谢，老师辛苦了，谢谢大家的问候啊。我不在，截一下昨晚的。你没在群啊？刚才那几个截过了吧？那么咱们截到这儿了，啊，截到这儿了。好，这个3、2、1，啊，12万了。好，这个3、2、1，好，家人们，好，这一个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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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人们，没挂灯牌的抓紧时间点亮灯牌，家人们抓紧时间点亮灯牌，没关注的抓紧时间关注，老师马上就要下播了啊，同学们，3、2、1，好，3、2、1，好，咱们所有的家人们，咱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啊！咱们明天晚上7点半，咱们小竹林不见不散啊！家人们，咱们亲如一家人，所有的家人们晚安，同学们再见。